因果不爽，亲眼目睹姓刘的翻译让日军枪毙了，我已经觉得种什么因结什么果，他也难逃这个因果律。至于日本宪兵以后的结果又如何，我当然不会知道。但是事情有极凑巧的。1950年我到香港，听说日本人战后相当穷困，穷乡僻壤的世家名医都把家藏的汉医书变钱度日。我多年以来寻求的一部日本书，就是木刻彩色水印的《本草图谱》案，即从前荣宝斋曾经印过木刻水印的图画一般。这时由香港到日本容易得很，所以我在圣诞节前后飞到日本。那时节已经是日本战败后的第5年，人民衣着朴素，银座最繁盛的大马路上还有被炸未见的荒地。我到神田区去购书，觉得价钱实在便宜，西建的《本草图谱》也让我买到了一部，既有93册，是祖孙3代都印而成的。那时旅游事业是没有的，市民往来交通都靠脚踏的3轮车。名胜之区，在入口处都站着4个伤兵，每人面前有一个捐款箱，意思是要有钱的人捐一些钱。据说前2年还要多，到处都是伤兵要钱，而捐款者对有这种侵略行为的军人厌恶得很，很少人肯出钱。国内闹得太厉害，所以后来限制伤兵每一处最多站4名，站得很齐整，肯捐与否，悉听老百姓之辩。有一天，我到某神社之前，看到这种伤兵的惨相，很好奇，提起照相机来就照相。谁知道在旁边有一块小木板，上面好像用日文写着禁止摄影字样。我没有看到，即使看到，对日文的意义也不明白。我一本正经地搭起3脚架，正想摄影，有3个日本宪兵咆哮如雷，但是他们都因受伤，行动不便，所以并未打到我身上。其中有一个人吆喝着他们的同伴，意思是随便我照相。我回转头去看这个受伤士兵，他却用一张厚纸遮住了面目，他的另一只手臂已被炸掉。我听见这人的吆喝声，一则好像有些熟，二则有些好奇，特地走到他面前去看，他却回过头去回避。但是我从侧面细细一看，正是从前到过我家诊所来收取$100的那个宪兵松下。我心想他一定早已看到我，所以特地用一张厚纸遮住自己的脸。作者游日本时，在伤兵捐款箱前就相识宪兵以厚纸遮脸，求助我对这个人爽性摆出以德报怨的姿态，给了他一些钱。他又惭愧又感激，竟然泪如雨下，但是他右手已废，不能和我拉手，只得用左手和我握手，表示感谢之意。后来我爽性大拍特拍，拍了好几张照片。我看到这种惨象，就想到因果定律始终是不爽的，否则与这个人怎会在异地重逢呢？痛饮泄愤，深自悔恨。自从这次宪兵的滋扰后，一则因惊惶过甚，二则是极为愤恨。我晚间常不易入睡，即使入睡，也常有噩梦，半夜里会无端叫喊而惊醒，足见这一次的刺激对我的身心有极大的伤害。从前上海有一种热酒店，著名的如高长兴、严茂园、王宝和等。这种热酒店只供给绍兴酒和几样简单的送酒菜，如发芽豆、豆腐干、香乌笋、海蜇皮等，是不卖热菜的。其中客人最齐整、服务最周到的，要算高长兴了。
如果客人要吃个菜馆的拿手菜，他们可以待客叫来。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我连家中母亲都不让他知道，对外也不许学生张扬，所以知道的人很少。但是从此刺激太甚，夜间睡眠不安，于是晚晚6时之后约3、5知己到高长兴去饮酒。本来酒是米做的，当局恐怕耗费粮食，曾经下过命令不许卖酒，所以酒店里常把酒装在茶壶里供应客人。后来政令松懈，卖酒的对这种命令一意不理，高长兴等仍然有酒公开供应。上海人饮酒都喜欢绍兴酒及黄酒，当时的绍兴酒味道好得很，现在市上供应的绍兴酒远远不及。饮酒时每半斤装1个锡壶，每人先叫1壶，最后照个人面前的锡壶计算。我最初不过饮2壶，后来渐渐加到4壶、5壶，这个数量有2斤至2斤半，总是饮到烂醉如泥，由朋友送我回家。这样的生活过了2、3个月，不但有害身体，而且仍不能消除我心头的愁虑。有一天，立下决心，每晚改饮啤酒1瓶。那时上海人喝啤酒以上海啤酒为最普遍，烟台啤酒是很少人饮的。然而1瓶啤酒实在不过瘾，还要另想一个方法来作为消遣。